事隔了1年多呢，我们今天再次整理了14款 Docker 开源项目，辐射大家的生活工作。之前的12款是在去年跟大家分享的，也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关注。来看一下这14款项目，只要每一个应用都有自己的这一行命令，就可以实现安装、更新、卸载，然后域名反向代理都是一体集成式的。第一款项目的话是乌班图远程桌面，之前的那个项目呢，好像开发者删库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后来呢，我们移植到了这个 WebTop，WebTop 呢也最近做了一些重大的更新改版，把底层架构调整了一下，因为他们之前也是有安全风险的，现在的话会强制让你去用域名来访问HTTPS 的这种最佳实践来访问。且这个乌班图呢，像机器配置不够的小伙伴呢，可能就装上就一直黑屏，也访问不了，所以它对机器的配置还是有一定要求的。给大家推荐的话是2核2 G 应该能是跑得了的，如果你是1 G 内存的话，就不建议你去使用它。这个呢，就相当于你有一个远程的桌面，然后你在这个桌面上可以挂一些任务，浏览器上做一些任务一直挂着，也是非常好用的。云服务器这块呢，我一般都会在节目中推荐徕卡云这家，他家有香港的 CN2， 还有韩国的 ISP， 然后还有国内的一些机器，他们每个月呢都会有活动，侧重关注一下每个月的活动价格，然后你可以去进行购买选择。我们通过 SSH 连接工具连接徕卡云的服务器。那我们现在是 root， 你只要看到这个井号的话，就代表你现在拥有最高的一个权限。乌班图远程桌面，你复制这行命令就可以了，然后进来回车。目前是未安装状态，你这边可以直接到它的官方网址去查看一些这个项目的介绍我每一个项目都做封装成这样的一个可视化的管理面板你这边选择1就可以直接安装了。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个端口，然后回车。然后它就开始去拉取镜像、部署容器，就是 Docker 的这一套操作。整体来讲，这个项目在我们认知里头算是中型项目。好的，到这一步呢，就安装完成了。你也要把这个用户名密码先记录下来。我们这样的去访问，我就告诉大家 IP 加端口是不行的你们就不用再走这一条路了。下方有一个 error 就是报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用 HTTPS 来访问的，那所以你用这一套模组呢就非常方便了在这个页面呢选择5，然后我们可以解析一个域名到这个 IP 上。我一般用 Cloudflare， 最近 Edge1 也可以。那 Cloudflare 呢，它是一个域名托管的一个平台它有自己完善的 CDN， 我把很多域名都放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随便找一个这个。我们首先来到左侧，看到 SSL TLS 这边呢要设置成完全严格，然后我们再回到 DNS 这边来创建新的记录。我们创建一个 A 记录，也就是 IPv4 的一个记录，就是这样的，前头打个 U， 然后最终的一个格式就是这样的格式域名。把刚才这块的 IP 复制到这里，关闭小云朵，给它1分钟。开启的话就是 Cloudflare 的 CDN 了，关闭的话就直接走到你原站了。我们为了做演示比较顺畅，我们就直接关闭。打开的话可以隐藏你原站的信息，并且给你带加速带安全，但是对于国内访问的话可能会有点问题，根据你自己需求吧。这块点击保存，这是我们创建的一个域名，待会儿呢我们就可以一直用这个域名来跟大家做演示。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输入刚才那个解析的域名了，前头是个 U，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解析的域名。我们回车一下，然后它就会去用 Nginx 做一个反向代理，我们全都是 Docker 环境下，并且我们还带自动续签，就是证书的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90天以内帮你自动续签掉，也会把 IP 端口直接给你封锁，就不让扫端口的黑客小子有可乘之机。域名来访问同样也是要刚才的用户名和密码。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了。有了域名的话，它就允许你去使用了。我们这边可以点开，这有点像 Windows 那个开始菜单啊。你这台机器呢，离你越近，它的这个无版图的体验就会越好。如果你离得越远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延迟或者卡顿，跟你机器性能也有关系。程序还是比较消耗性能的，你可以直接用终端命令行来操作。24啊，这个也是一个远程桌面，它这个是中文版，其实它俩是同根同源的，都是WebTop 的，只不过这个 WebTop 给你了一个无版图，这个 WebTop 呢给你一个 Alpine Linux， 这个取决于大家，如果你英文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用无版图的可以。好了，后期呢，如果你想管理的话，你直接把它再复制一下。回到徕卡云的终端，你再回车，那你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就帮你监测了，它是已安装的，然后你可以对这块进行一些编辑。如果你说我不想要这个程序了，我可以直接选择3，直接把它们就卸载掉，就回到你当初的那个样子。然后 Ctrl+C 呢，你就可以直接快速回到终端的输入的状态。第二项目呢，就是 Cloud Drive 这个项目呢，之前 V1 的时候一直在推荐啊 ，V2 的时候它做得更好看了，极力推荐的一个网盘应用啊，它是可以存照片、视频等多媒体的一些资源都可以放在这个网盘里，你可以部署在 NAS， 也可以部署在 VPS 上，找个硬盘大点的地方就可以去这么搞。同样复制这一个命令，然后右键进来回车。这边呢，它是没有安装的，我们选择1进行安装。然后它是拉 Docker Compose 的，这个对性能要求呢不是特别高。它是部署了2个 Docker 容器，一个是它本体，一个是离线下载的一个组件。我们直接点击访问就可以了。好，在这里呢，你是刚进来你给它一个电子邮件，然后点击注册账号，用户名密码，你就可以登录进去了。那我们进来了，我们可以存一些照片进去，来把这些复制进去。你看它这边就是直接就可以上传拉取，同样选择5，我这边直接还用刚才那个无版图的那个域名来跟大家做演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解析一个域名了啊。创建好以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可以进来的，然后去设置一下你的主站点的这个 URL， 要不然它有些图片显示不出来，它为了安全性考虑的。好，这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啊，它的文件就有权限打开了，要不然文件是没办法打开的。啊，这边都能看到了啊，都可以拖进去，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图片就有了。这个后期的话，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我会再深入一点，然后跟大家详细的把这个构成去讲一下。然后像代码管理，它做的也是非常好，有点那个VS Code 的那个味道了。你可以去编辑你在线的这个代码。好，今天第3个呢，就是我们的 dpanel。dpanel 是我们国人小伙伴开发的一款管理我们 Docker 容器、镜像、卷、网络等 Docker 一系列的这种管理的一个可视化面板。这个小伙伴呢一直在 B 站有账号，你可以去搜索 dpanel， 都是他在推荐啊，因为有很多小伙伴还是喜欢可视化来管理我们的 Docker。我们右键进来，然后去安装。哎，这台机子好像直接有。它也是在搭建的时候就可以创建账户密码，我这是已经创建过的，就直接登录了。好，这个项目呢，我们大体可以看到 Docker 的一系列的情况和布局，哪个容器占用的比较多啊，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它可以对容器进行操作和管理，这种容器编排的方式，它也是支持快速启动部署、快速整理的。好，这是 dpanel，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就是一个在线工具箱啊，专门 IT 工作使用的功能都会在这里有啊，也是很多 UP 主都在推荐的，然后可以帮助你在工作当中提升效率。哎，这个我也装了，然后我们依然点进去看一下，选择，然后选择中文，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总览各式各样的转译的功能它都有。所以都是开发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功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然后上头还能搜索，同样你把它变成域名来去使用是最佳形态。好了，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之前在工作当中去用到的一个翻译工具，因为我们工作当中有大量的文本，让 AI 自己写了一个 Python， 把这些文本都翻译成各国语言，自建的一个自托管的在线翻译工具。因为你用其他的，你可能有那种限额限速，你翻译多了它就直接失败了。因为我要翻译大概几十万条这个文本
那我们自己部署一个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这个呢同样复制进来，它的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是2和4G 左右的方式来去起步。然后它支持就是 API， 就是我之前说的 API 调用，它大概会占2-3个 G 的存储空间，所以我这边只接入了部分语言。如果大家觉得缺哪国语言，到时候跟我说，我直接帮大家添加进去。同样，你把它部署了，用端口访问 OK 了，你就可以用域名的方式访问。所有的项目呢，都是希望大家用域名的方式来访问啊。一个域名你可以做 N 个子域名来去服务这些应用。这个翻译呢，它装好以后，它是要一段时间的，它不是说你装好以后直接访问这个 URL 就能访问的，它是在后台会装多语言包。好了，这样的话它就进来了。我们有点像 Google 的翻译，还有我们很多翻译在线工具的那个模样啊。然后它还支持文件的一个翻译 ，API 也有调用的一个方法。好，再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最近很火的这个 N8N， 就是 AI 火了一阵。其实 N8N 很早以前就是自动化工作流，但是 AI 火了，又把这个项目带火了。然后它又整合了 AI 的一些推理大语言模型的加持，让这个项目呢生态更加健全，更加生动了，一度成为主流的这种自动化 AI 工作流，让 AI 去搜集一些资讯，然后每天呢给你整理一些，你也可以让它做自动发布一些短视频WordPress 发布一些博客都是可以的。回头的话我们再深入去了解。同样我们今天的话还是主要是了解它如何部署，如何去安装使用的。大家仔细观察留意，我们这个命令其实后面呢就追加那个软件的名称就可以了前面是 APP 然后软件名称，这样的话你就能直达任何的这个软件，直接可以就去访问这个域名，也是需要初始化的。然后这边初始化过了，然后用户名密码填上我们这边直接就点击登录。因为我是深色模式，然后这块呢就会存我之前做的一个工作流的节点。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删掉，然后创建一个新的节点，我们手动触发这个是我在别人的那个视频里看出来的学的，接入这个大模型，就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点击完让 AI 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按空格呢它就可以这样的去拖，然后按住空格你可以这样的去缩放。这个呢我就不深入讲了，因为我也没什么营养。再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Astra Boot， 就是我们也是国人的小伙伴开发的，然后它是可以接入很多聊天工具，然后让在这个聊天工具里头接入大语言模型 API 就 AI 可以跟你去解答一些问题、聊天之类的，你都可以在这边调用的一个数据，这就是一个后台的一个统整管理。同样也是右键，就是我们全部都做成这种一键式的，就你不需要掌握它如何去部署的，你只需要开箱即用就可以。这是我能给到大家便捷的部署，而且我们全套都给你带走了，就包括域名访问，就是如果我们有域名了，我们肯定不会让端口再去暴露这个服务，所以这全套的都在这一个面板里都能帮你搞定，而且这是大家最高频的一个操作，没有之一。因为我们部署太方便了，这个项目有可能还没启动所以有的时候你太快了，它反而还没好。这边呢可能太简单了，你可以去自己修改，然后输入新的。所以我觉得很多项目呢做成这样的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案，而不是让用户在部署前的时候就把用户名密码设置好，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对接你的服务商。目前支持这么多大语言模型，这个应该是有对应就是机器人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项目。我们立志于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大家的一个使用。接下来就是一个好玩的这个在线 DOS 老游戏的一个网址，复制进来，老游戏嘛，然后选择1，这个只装了部分，它还有一个高阶版的，就是40多个 G。我是考虑大众用户就玩一些经典游戏就可以了，部分游戏有就可以了，就是经典 DOS， 就是我们九几年如果你有家用电脑的话，你会玩到的一些游戏，但是街机厅里玩的游戏又不一样，这就是进来了，像什么仙剑呀、大航海时代
都是很多这种古老的游戏。主题医院那个年代，我记得经常玩模拟经营类的游戏啊。要说起游戏的话，玩起来还是很多的，像这个江南台子唐伯虎这个游戏，目前来讲还是比较独特的，就是现阶段好像都没有类似的这种游戏玩法啊。大概就这些游戏你可以自己去玩，尤其这个《金庸群侠传》、狗球拳啊，可以横扫天下。好了，老游戏我们看完了，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什么项目。这个是一个书签项目，也是群里小伙伴推荐的。同样，我们在徕卡云这边去安装，右键进来，然后我们选择一，这个呢也是拉取官方的这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部署方案。我们能用官方的，最好都是用官方的，然后会比较方便一点。尤其 Docker Compose 的话，他们能给我们掌控更全的一套解决方案，就是包括我们的那个 DeFi 之前说的那个 AI 工作流的那个工具，也都是用的官方的，而且更新呢也非常稳定。我看很多小伙伴都在使用，所以这个观念是对于像我这种提供解决方案的、提供脚本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不用我自己去维护了，官方来帮你维护好就可以。你就不用再担心哪个能装哪个不能装，哪个会装哪个不会装，你根本不需要关心。只要选择一安装回车，你在任何的 Linux 里头都可以。你没有装 Docker， 我也会帮你装 Docker， 因为我们所有的架构都是在 Docker 这个环境下，也是目前所有 Linux 发行版必备的一个虚拟化环境啊。因为 Docker 容器确实太过主流，太方便了。只要一个开源项目，基本上都会有 Docker 版。然后我们来访问一下，其实是什么项目啊？书签项目啊，注册一个新的，多人可以在这里面去创建自己的书圈，就可以点击登录，可以访问自己的书签了。那书签的话，就其实是浏览器上去使用的，然后你再配合它的官方的这个插件，你就可以去使用了。然后你也可以把谷歌或者 Edge 或者很多其他的浏览器里的书签收藏夹给它导入进来。我们到谷歌的这个应用商店给你去直接使用，用这个，然后可以把它点击启用，把这个眼睛点开上来了，其实你就可以在这块接你自己的服务器。今天的话一定不会是很深入的去了解每一个我们推荐的应用，都是把大家领进来，你觉得感兴趣，你再深入去了解。未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说我有一些应用我看不太懂，或者说比较有价值，我会单拎出来做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好，这是书签这个应用，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这个也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机器配置来去做。之前我搭建了一个，然后跟很多小伙伴在里面一起做视频聊天，一起玩。回到徕卡云右键，那我们选择一进行安装这样的一个域名啊，然后点击回车，我们刚才解析过的。它装的组件呢就会比较多，大概有4个左右啊，这样呢我们就已经装好了，你就能访问了啊。创建一个房间，然后你可以接入你的 OBS， 不需要注册，不需要怎么样。这个项目真的很强大，之前我在地铁上跟很多群里的小伙伴通过这个链接呢都一起联络啊，都一起来玩的，而且是完全开源免费的啊，就是更加安全的聊天工具。再接下来我们来看 GPT-LOD， 它其实是一个 AI Key 的透明代理，它可以整合，然后做负载均衡可以做这个流量监控，高并发去使用你这个 API。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基佬子，那就一定是这个前端页面至少是拿 AI Cloud 之类的这种 AI 工具给你写出来的一个前端代码，就不是人写的，人写不会用这么紫色的基佬子啊。然后包括这些图标，你看你让 AI 参与进来做前端了，那这个项目规模肯定是会很小的，因为 AI 对大项目的掌控力还是非常不可控的，所以这种小项目才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好看的基佬子，好像你得要在这边添加 API， 然后去管理 API 的使用。
市面上有很多就是小伙伴都在研究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把它整合进来，肯定能帮助不少小伙伴。就像 N8N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能把它整合进来，是方便大家去一键部署去使用。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最近比较火的监控 Chromium， 在圈子很火，就是平替哪吒监控。因为哪吒的监控，我一直认为哪吒 V0、V1在部署层面上都很颗粒度性，都很奇怪，试图给他们找自洽、找解释，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合理。那这一款呢，就是非常轻量的，而且是在我认知内的部署方式啊，就会比哪吒那边要简单很多。一会儿哪吒那边还要什么443回源，什么乱七八糟填，什么很多 IP， 这个我看到烦都烦死了。那这个项目呢，就是非常轻量简单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来，我们选择1进行安装，用它的默认也可以啊。你看它多轻量，就这么一点。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击，因为我这块之前给它反带过域名的啊。好了，如果你用 IP 的话，它依然也会让你用 HTTPS 啊，这样呢它就不会有提示了。然后现在是空的，我们点击登录，这个用户名密码后期可以去改的。这个是浅色模式、深色模式。账户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你可以改。它这个其实应该做成保存。我们回到服务器这边，添加一个。对，徕卡云，然后点击添加。哪吒 V0 的时候有点像，这个一键下发命令啊。我们这台是 Linux，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的点击复制就可以了。终端就是徕卡云终端，我们先把自己监控了啊，这样的一下一键就搞定了。我们回到前台，我们这块就已经连接了，然后你可以展开，可以看到对应的详细信息架构。点进去，你可以看到对应的这个走势图。然后如果你还想加延迟什么的，你看这台机器的延迟怎么样？回到后台，延迟监测，这个加上添加一个延迟监测啊，深圳联通目标的 IP 这边呢有对应的 IP 段，我们可以把广州联通带过去，选择服务器啊，就把我们刚才那个徕卡云选上啊，就让它去监测，然后点击添加，点击进来以后，我们这边点延迟。啊，你就可以看到广州的这个线路，时间久了，你就可以记录它的一个情况啊。现在是没有的，数据量还不够，未来有机会的话也会深入去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监控，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图片管理，有点就是飞牛相册的那个感觉，因为飞牛相册有可能就是借鉴了他们这个设计思路，这个就是一个自托管的存储平台，就是专门存相册。图片视频的啊，就是很多 NAS 喜欢 NAS 的小伙伴，就是有大把的这个硬盘空间的小伙伴，你都可以去选择它来作为你的这个图片备份和相册备份啊去使用，非常 nice 的一个自托管。这个呢就在老外的心里就是一种神作，你可以这样的，我们来这边也是装了的 IP 加端口也可以，域名也可以，但是我更倾向于域名。它这个项目呢经过一次大改版。以前的话性能好像不是特别好，现在呢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包括人脸识别啊，还有地图，然后这边还支持在线实时更新，就是一旦有更新的话，你不用再去控制你的容器了，监测到你宿主机的一个硬盘空间。这个呢是包括整个机器上的已用和可用啊。如果你说你有那个硬件加速的话，就是 GPU 的话，它还有 GPU 的版本。但是为了通用性，我还是用的 CPU 加速的这个版本。来，我们关注最后一个开源项目 CYNCTV， 一起看片的神器，就是你小情侣，然后可以这个在同一个网站，然后同一个房间，你们想看的电影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开房间的那个人可以选择，可以去直接在视频网站，也可以去解析一些各大视频网站，比如哔哩哔哩，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项目。然后我们也装一下啊，把这个直接复制一下，依然进入徕卡云的服务器。好，我们选择1进行安装，默认端口啊，这样的就 OK 了。初始的用户名密码都是 root， 也是登录后去修改。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然后这边有个登录。root 密码也是 root， 然后看到这块修改密码，输入新的 root 密码，点击保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用户的一个信息
啊，如果有新的用户注册，你在这边都能看到。然后房间啊，如果有人开房间的话，你在这边也能看到。你必须是登录状态，你才能有资格创建房间。设定一个房间名，点击创建。这样的房间就创建好了。这边是视频直链，你也可以去调整其他的，比方说直播，你也可以去通过直播流。那常见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哔哩哔哩啊，你可以把哔哩哔哩的 URL 放过来。那进到这个房间的人呢，都能看到这个视频。访客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直播间，然后你直接点进入就行了。这就是最后一个一起看片的 Docker 开源项目。如果你对很多开源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运行这个命令，就是不带任何应用的名称，直接就是 app， 你就能看到所有的这个列表。绿色的是表示你已经安装的，还有很多好玩的，你们自己去研究。我只挑了14款而已。未来这种形式呢，将成为生态。你看，你可以直接这样的回车，我们刚才安装的所有的这些应用市场类的应用，运行过一次科技烂的脚本，你以后就不需要那么长串，你直接 k app 啊这样的。如果你 k app， 比方说85，你也可以直接输入数字，你不用输入具体的软件名，你直接85，那它就来到了对应85的应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86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起看片的这个是一个推流直播的，你们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14款精选的 Docker 开源项目，希望能在生活、工作相关的场景能帮助到大家啊。未来有更多好玩的 Docker 项目，我们还会集中跟大家分享。未来我们的这个脚本呢，也会不断的完善，生态也会不断的形成，有更多的好玩的 Docker 项目也会加入到脚本里。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希望你能够点赞，给予科技莱恩这个频道更多的支持，让我们为爱发电。拜拜。